Asian girl 的骨子里面啊，只会对一种男人敬畏，那就是教父型男人。在面对这种男人的时候呢，女人内心是如履薄冰的，有一种东非大裂谷探险的爽感，既危险又兴奋。因为这种男人他威严神秘啊，他有自己的一套秩序和准则，他是不容侵犯的，但同时他又兼具铁汉柔情，对自己认定的人温柔的托举啊，这种要命的反差是任何一个女人都难以招架的。当然焦哥这么多年了，接手几千个兄弟的案子了，我就发现有90%的兄弟啊，他还是处于两种极端啊，就是要么就是无底线的讨好，跪着跟女人互动，要么呢就是攻击性拉满，必须让对方听话啊，最后结局都是一样的，女人会冷淡，也会烦，也会出走，对不对啊？甚至会离开你。因为这两种情况在心理学上讲的话，其实都是属于两性的小孩，一种是求爱的，一种是争输赢的啊。不管是哪一种，追求的无非就是得失，就这两字儿啊。但是真正的教父型男人从不跟女人玩得失的游戏，他只制定胜负的规则。很多兄弟会误以为制定规则就是故意断联、后退、取消支付啊，去告诉女人说你找别人去吧啊，这不是教父，这还是依然是闹脾气的小孩。教父的魅力在于什么？你不接招，或者说你不听安排啊，他不会跟你玩什么小把戏的，他甚至会当面转跟另外一个女人，他会让你明白他身边从来不缺优质异性，他拥有无限的后手。那女人自然就会明白什么？在你的秩序里面，你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选择权，这个才是成熟男人的魅力。那光讲理论呢，我说实话是比较抽象的。接下来呢，焦哥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 case 好吧？告诉你们如何成为教父型的男人。这个兄弟呢，说实话，不慎在商 K 啊动了真心，喜欢上了一个女孩，而且这个女孩呢，已经我看一下10几个 W 是有了的。当然关系呢，他们俩一直没有推得非常的清晰。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吧，就是截止到电梯口。女生呢也一直没有，我知道其他兄弟可能又会问了，至于吗？值得吗？为了一个那个什么嘛，截止到电梯口的这种感情，付出了这么多个，对不对？我告诉你们，只有深陷其中过的人才懂得我在说什么，因为理智啊都是留给不爱的人的。那这个兄弟其实也是有一次他喝大了，情绪一上来呢，就跟这个女生说，要不你跟我吧，我不会亏待你的，绝对比你在这儿上班的这个好处要多10倍你要是不答应呢，那我以后也就不来了。当时这个女生一边拿着纸巾给兄弟擦嘴擦脸，对吧？就各种擦，一边呢跟兄弟讲什么呀？说哥，我明白你的心意，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一时半会儿没法给你答案，而且你今天真的喝得有点多了，你先回家好好休息吧，醒了咱再聊。结果第二天兄弟醒来了之后，又立马跟女生发消息，直接就是去就逼问就说有答案了吗？但是女生呢，她依然还是在跟兄弟打太极，硬是等到晚上回了一句，哥，我今天白天有点忙，没看到消息，你今天还来吗？接下来兄弟直接迟钝了呀，也意识到了问题了呀，这个女生一直在逃避确定关系，当然兄弟呢嘴上说不下来，对不对心里面呢又狠不下心又舍不得整个人他是非常矛盾焦虑的，于是找到我了。那我当时呢也帮他分析了一下，就是服务行业的女生就是这种特殊行业的女孩子，我说实话最不缺的呢就是大哥，所以你的那些狠话对他而言其实就跟蚊子挠痒是一样的，起不了任何作用。而女生至始至终都没有回绝过你，并不是单纯图你什么，你肯定，我说实话，你有吸引他的地方人性其实是很复杂的，他肯定是既要又要的，对不对又想要物质，又想要你对他的一个好感。当然这种好感目前我说实话还不足以支持他去做什么决定，所以在我接手之后呢，我跟这个兄弟就讲了一些关于女人的这个胜负的一些思路，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教父型打法。好，接下来你们要仔细听了前面不是这个女生她当时问这个兄弟说今晚你来吗？我们当时就说晚点过来。各位现在你们可以带入一下这个女生的视角，当她看到兄弟当头天晚上还说我之后就不来了，结果转头第二天又来了，对不对是不是打了自己的脸那她会是个什么心态安全、得意，甚至会衍生优越感。人性就是如此，一旦你确信一个人无论如何他都是喜欢你的，他都是离不开你的，那同时就会带来什么？更多的轻视、傲慢，那我们就可以顺势而为
正好借此让他看见这个兄弟的价值和选择权。那当天晚上，我就让兄弟在去的时候带了另外一个女老板，是他生意上的一个合伙人啊，也是属于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到了之后呢，这个女生就看到这个兄弟身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如此之有气质的这种新面孔，当时也是懵了呀，就情绪可能也不是很对劲儿吧，而这种光速打脸的那种心理落差，说实话，在那个女生面部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我提前告诉了这个兄弟，就是不用管这个女孩的情绪你就正常去玩，而且要多跟，就是要这个女生多跟她的朋友一起去玩，还特意跟这个女生叮嘱了一句话，怎么说的？平时呢，你跟我在一块可以随意一点，但今天咱是商务局，你要好好把它照顾好。兄弟们，你们可以自己细品一下，这一套组合拳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呀？我不仅要让你看到我身边不缺优质女生，我还要让你去照顾她，这个就是教父的秩序。这种直观的现实落差会催生很多复杂的情绪，会让女生反思过往对兄弟的无视，甚至会重新的去重视兄弟的感情。毕竟兄弟之前跟他表达过心意，对不对？也待他不薄，对不对？是你自己不当回事儿的才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这个就是人性里的损失厌恶。那后续呢，其实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吧，就是整个女生她的整个状态呢是比较低迷的，也没有那么的那个啥。平时她可能是非常有活力的，而今天呢就是非常礼貌的在完成工作，甚至就是兄弟跟那个女性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比较紧密的时候呢，这个女生就一个人坐在旁边，盯着屏幕上的歌词也不唱就发呆也不玩手机。那达到这种效果其实就足够了。毕竟我们的目的不是去欺负他，而是让他重视兄弟的感情，还有就是他自己对兄弟的那种心意我们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所以说那天晚上也没多久，我就让兄弟早点就撤了就回家了然后这个兄弟前脚刚走，这个女生就来消息了，当时就直接说至于吗？这么来气我当时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去回复他的想多了我可没那么无聊，而且我带朋友来消费是有什么问题吗？女生当时也回复说，那你昨天跟我讲那些话，今天就直接带这个女生到我脸上来，你挺会玩你我们也直接回复说，首先我不管你什么身份来质问我，不要有下一次，我不喜欢。其次，我带朋友来是觉得跟你熟，你性格也好，能玩得开心。但如果说你觉得这是冒犯到你了，算我疏忽了，你直接说就行了，我以后不会来了。我们要清楚就这个女生她质问我们，其实她就是在干嘛？闹情绪。她这个时候其实是想要跟我们吵架的，然后去争取回去她的一个高位的位置，对不对？但我们不接招而且我们不带任何情绪，我们只是说出自己的框架还有原则，并且给到她解决方案，这个就是我们给到她的一个降维打击，这些反而会让这个女生自亏。好，这女生当时也直接会说，行，那是我想多了把别人随口说的话给当真了。兄弟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女生的情绪转变？之前呢，她是会一直跟我们去对抗的，对不对？那现在呢，她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她的委屈，她是在跟这个兄弟，就我们兄弟暴露她的需求感了我们当时怎么回的？不用把人心想的那么复杂，至少在我这儿呢，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谁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是有数的。存我心者将心比心，心在我者以真换真就这么简单。其实我们这里只是在告诉这个女生两件事儿：第一，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第二，你想要什么样的人这个就足够了。能够主导两性关系的男人，他只负责定义关系，剩下的让女人自己去适应就可以了。能适应的就留下，适应不了的淘汰咯这个时候女生她就会变得非常的主动她才会为你去爬那座山，为的就是能够到你画的那条线。这个就是教父的规则，不是强行让他爱上你，而是让他在不断的满足你的这个路上适应那个逐渐成熟的他自己。那当这句话我们当时发出去之后呢，女生也没有再回复了。那兄弟呢，当时就以为翻车了，但是我当时就让兄弟安安心心的去睡觉，我太有把握了。结果第二天这个女生果然发来消息了，今天我休息，我想出去撸个串，你陪我呗我们当时直接回复说，最近不想吃太油的，可以这样，我让阿姨炒2个菜你如果想吃什么辣的，我让阿姨给你单独再做一份，来家里给你添双筷子呗女生当时就直接就回复什么，行，我要吃粉蒸排骨。看到没有，串也不吃了，粉蒸排骨。后续呢，女生在兄弟家里面是坐下来好好的聊了聊，女生也是头一次承认了对兄弟呢是有好感的，但是碍于客户身份呢又有点不太敢接受。之后我又持续了大概
跟进了有1个多月吧，终于解决了他们俩之间的一些，就是特别是这个女生内心的一些心理障碍问题两个人呢也算是成功的走在一起了吧。说到底教父的魅力从来都不是靠什么手腕有多狠，而是什么？他就把秩序立在那儿，不迎合也不退让，对方自然就会去适应他，然后反过来去证明自己。这中间靠的呀，就是对人性的把控所以最后焦哥还是要给你们强调每天都在给你们强调，干嘛？多学人性，多用人性。我是焦哥，下课。